交易跟投资在股市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，但想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赚到超额报酬，只有交易者思维可以做到。交易者不是短线客，是整体性的系统思考人。你听，你看，你感受，有一天你就懂。聊了很多个有关于很像思考层的东西，对目标设定，然后跟想要的一些东西，搞清楚之后再来决定，实际上的策略要怎么样真的去执行，要怎么去执行，要执行，对，要执行，现在在想渔网嘛，我们都在讲渔网这件事，然后渔网有很多种，对，那有的人可能拿个钓竿每天在那边钓鱼，对，有的人想要去那个远洋啊，捕一波大的回来，但可能要好几个月回家，对。那就是这样子，其实对于所谓的一次买卖，就是整个过程都是算是一次的买卖，但是周期不一样。对，那我就想要尝试一下，我们就给战友一个感受，就是实际上如果我真的挑一个小的渔网下去放下去会怎么样？我挑一个中的放下去会怎么样？对，或者挑不同渔网放下去会怎么样 ？OK， 来做一次这个实验。怎么做实验？我来做一个，我们用期货来做，对，然后定制了一个50点停损。150点的获利的一个渔网，OK， 这渔网可以。我也不知道在哪里进场，不用知道，不用知道。我今天早上一开盘，我先进场了，对，然后这个渔网破了，然后停损了，对，这样，然后之后我就再放一次，过了行情又走了一段，我又再放一次，然后又停损一次，对，所以我总共停损2次 ，OK。我这个渔网是做那个做空。所以它是要往下跌150。你是故意要做空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就随意要设一个渔网。随意啊，随意啊，这样可以啊。对，我也没用任何技术分析，不用，就现在真的没有用。对，套了，停损。然后其实很快，就这件事情发生的很快。对，因为今天的盘势一早好像就拉很快，从最低一路拉到了最高。对，有没有好像有200多点了。应该有1%以上，蛮多的。对，政府1%，对，蛮多的。我的朋友刚好从德国回来，他很想钓鱼，所以你讲渔网刚刚好。那他想钓鱼呢，你知道大河恋这个电影吗？我知道。他就真的传那个大河恋的照片，说他要来台湾买一支钓竿去钓那个大河恋的，但他觉得那个钓竿就可以钓到全部的鱼。所以呢，他就请我介绍什么竹哪里南投啊，什么基隆啊，哪里有可以钓鱼的。他说他想要带这个钓竿去钓，我就传他的钓竿给我很会钓鱼的朋友看。他说不行，因为你这个鱼竿，台湾的鱼就是你要钓什么鱼就要用什么鱼竿。那你要挑你确定你要钓什么鱼，我再告诉你钓什么鱼竿。那他说他们钓鱼钓到。后来他们自己组装鱼竿，就是他其实不知道他这一次出海，因为这个有什么鱼，那里有什么鱼，他会自己组装。我听到的情报到这里为止，我还不知道怎么组装。就你帮他设备。我觉得最神奇的东西就是稍微会钓一点鱼的人，他竟然是自己去组装鱼竿。那我们今天讲渔网哦，我觉得根本就一样，因为我们你要钓什么鱼，要用什么钓竿，要去哪里钓。你出海钓跟沿岸钓，你用期货，你设了一个风暴比1:3，我姑且把它称为这个是钓竿的粗细好了，我觉得这很好。然后你停损2次嘛，那就是没钓到鱼嘛，没钓到鱼。那没钓到鱼，回头是看说，我觉得其实我真的也是觉得不用分析啊，但是做空本身它不用任何技术分析，我认为它就不太应该。去思考这件事，根本就不应该挑这个方向。OK， 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长期的股票上涨嘛。为什么长期股票上涨？长期股票上涨，当然，这是历史回推啦。对我来说，我看就是一个历史统计。OK， 第一个它的统计，然后我觉得它的原理也 make sense， 就是因为你有银行有货币准备金，有货币乘数。然后有 M2 的货币总量，然后一定会有通货膨胀，所以我们肉眼看到的每一个东西数字一定变大。光这件事情，我其实就有点不是很轻易想要做空，甚至我以前说我单边不做空，我光这件事情我就不想做空，它都不是技术分析，所以
海的流向看起来就是长期往一个方向去，偶尔会回来一点点，但长期往流上去。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，我觉得挑方向。你的渔网、你的鱼竿的设定，我觉得完全正确。那我刚看了一下，你跟我讲之后，今天就是往下拉一点，直接往上喷嘛。对，今天好像是这样。那你相反过来就赚钱，对不对？对，相反过来就赚钱。这件事也很神奇，就是说，其实我猜你是只是想实验性质，所以故意做空，你也不是说真的觉得要跌下来，你只是想实验嘛。是。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做这个实验，但实验的过程很简单，你不要做空就好了，不要做空就好了。那当冲本身就是一个，其实我觉得很难赚钱的事情，很难赚钱。今天可以赚到钱，但我认为 even 是这个你设定的这个东西，在明天后天可能是就算做多也不会赚钱了。对，我觉得渔网就其实很单纯。然后你是下一口还是你有分批？第一笔是有2口分批。你是50停损，150停损150停利。对。那第一口下去之后，第二口怎么下的？第二口大概要拉了30点再下一口。你是往上拉下？对，因为我是做空嘛。所以开盘先下，然后往上拉下。对。那中间应该有跌下来，就是你下完，你9点多下就跌哦，那你就是10点以后才做。9点半走。对。你不是早盘那个下来？不是，你就是1笔。2笔，对。好，那关键来了，我觉得这样很好哦，风暴比设好，1笔、2笔，然后停损。接下来的再续空，你的逻辑是什么？它又再往上50点。好，那这是反市场的自杀区。我们很多反市场的战友都是因为这样，因为我放空嘛，所以理论上我越往上，期望值越好嘛。对。那我停损完，下一秒期望值又更好嘛。那我觉得应该是说，它有一个再进场的系统要设定好，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，就是1笔、2笔停损之后，第3笔我觉得下一次要进场，必须要它下来之后再往上。OK， 以破浪系统来讲，不是有设定什么叫反弹吗？就是连续下跌，然后上涨了40%或50%，我们称之为这叫反弹。OK，那做空你就反过来，你往上涨了，你回档了一半。再往上，你再做一次，就是你期待的是，不管是当冲还是1个月，你期待的都是一个这样子在动的行情，就是它是波形前进的，那既然有波形前进，你就不能在你停损那个波无限攻击，它一定会无限进场，你有无限的资金就会在这边无限停损。OK，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设定渔网的时候，对我来讲几件事相当重要。第一个，分批系统；第二个，出场系统；第二个，停损后的。再进场系统有没有 make sense？因为如果再进场系统永远是，比如说本益比，假设你觉得本益比3倍是低的，那你的再进场系统如果永远是2倍、1倍更好、0.5倍更好，那就是一直下去了。对啊，所以再进场系统绝对不是一开始的进场系统的那个一样的逻辑，它变成要等。我觉得这样讲起来有点难，但你要等你会觉得很无聊，那多商品就好了。变成是我要等一个行情。出现一些转向还是走势的时候，我再去玩这个游戏，而不是说什么时间到了我先停。如果我们刚刚以波形前进的渔网来看这件事情，因为你是赌波，如果你停损当下，它就直接旱地拔葱，完全赚不到钱，这就不关我的事了，我就丢掉。那当然我们还可以去设定一个更简单的渔网的补强模式，就是如果你停损后直接喷出过前高的那一瞬间。下5万10万，然后停损是超大，但是你是赌喷出，那理论上我们回到波形前进破浪的这种渔网，只要喷出就不关你的事，你压的是在喷出前，你已经先建好部位了，然后喷出再做后面的事情，对，那你也可以每天都赌喷出部，你就渔网可以设喷出嘛，遇到波形前进，你就每天死啊，所以以前我们在做期货的时候，大家都在赌喷出。所以他们那时候流行的系统就是，如果你的系统可以在耐受震荡、耐受过了，你就是好系统。他们的逻辑反正那时候是这样。修前面这段，对，等待。对，那我们都在赌喷出，每一笔都当做现在要喷出了。我抓的每一次行情都是喷出。那如果我每一次都遇到震荡，连续遇到10次，我资金会折损多少？这就很重要。OK。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是再进场的那个时机，一定要设这个东西。再进场的时机。我相信很多
那个我自己有经验啊，对，因为这是无限的，你会觉得，其实我定制了一个很好的东西，我有一个很好的策略，我现在用了一次失败，好，那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再用，那每次大家就是在想说，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再用？我到底是等所谓的好啦，看1-2天行情怎么样，去感觉好像我有准备好了再进去，还是要出现我看到了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关键点，我再进去。看关键点，对，只能看关键点，不能看什么自己准备好了没。在交易不稳的初期，不管是股票还是期货还是加密货币都一样，有时候出场没有经验的人会觉得，因为我的知识不足，我没有很好的分析，我什么都不会嘛，所以我这样出场了，所以我很可惜啊。或许这里就是一个最好的点啊，对，我为什么要这个点出去？对啊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问大啊，看人家的分析啊，看一堆分析。可是那个分析只是满足我明天就想进场，我明天就想回赌场啊。那要怎么检查有没有这个病呢？我觉得最简单就是，如果快到过年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很无聊？我好像没工作做。你只要有这种感觉，那就是病了。就是啊，过年了，封关了。就是我以前好像第1年就这样，封关要干嘛？我明天就可以赚钱。我那个交易日志已经写好，我那个改善方案已经写好，我明天就要进了。没有这种事啊！赶快他去找那个多商品。赶快去海外期货。你这样说也可以啦。他既然改善了，他就找对。但有这种急迫性的，我觉得通常都是没有准备好。OK，所以要观察这个自己的这个观察礼拜5收盘是不是特别空虚啊？逢年过节是不是特别空虚？然后急着进场的次数是频率很高。我停损一笔之后，我是不是常常又当天又再一次？我跟你说，我失控的时候，当天会1点25分都还不确定我今天要留多少单。然后我一直在想说，我现在到底要不要留仓，还是不留？还是我期望值已经这么好了，我要不要压一笔大的，明天赌跳空？当年还有跳空的时候，我在想这个都不对了。然后我在想12点以后都在找时间出场的。12点以后就在找时间，没有要留仓的12点以后全部找机会出场，拉起来差不多就卖，拉起来差不多就卖。对，1点以后再找出场都不对，根本没有。9点半前在找理由。说服自己，找理由，看一堆分析都是集中在1点以后，找得特别勤，就有没有发生什么事？即将发生什么事？那个都是没有，那个都不对了，那都不对了。如果你是无限追高买，你可以去设定，比如说每次突破前高都买 ，OK，结果我觉得都不会太好，因为每一次都会遇到重大回档，让我们可以进场嘛，那你说如果我就失去，它就是一直往上涨，我就是打死都要回档买，我被你这个观念害到。结果无限突破的时候我没有赚到钱，那没有关系，因为你以后打死回档买的时候，你都会有大量的钱可以往股市里面砸，那个才爽。你去年的8月，去年的9月，今年的4月，你打死回档买嘛，都有机会。对，那很多人他因为有定期定额的概念，他是不会等，他就是不择时。可是你要择，你要挑。这个是我认为我的方法啦，很适合一般人。那人家说没有每天过年的嘛，也只有打死回档买的那个时候才叫过年，那个才叫周年庆。我只有周年庆才把东西一次买完。这是我觉得所有人都可以做的事情。欲望弄好了，那时机点也慢慢出来了。还有一个我们也常常讲的，就是交易者上面还会，如果我不想要一次丢那么多钱。那我可能就开始会有一些策略上面的一些调整。对，因为你要的是超额报酬啦，你不是有渔网就好了。对，那超额报酬的前提就是我们说高风险必然伴随高报酬嘛，我们要把这句话弄坏掉。我不能接受高风险必然等于高报酬。这世界上有多少高报酬的人，他们哪有什么风险？他一定是把安全阀值设得很好嘛。是他一定不会破产，他一定不会。怎么样嘛？所以这就是策略。OK， 那有了策略之后呢？你是一个下棋的人，你是一个有按部就班去把钱丢进去的人，你就不是赌徒了。可是天生大家都要当赌徒，所以你的心态的建立就变得很重要了。你是一个赌徒，你就会被刺激牵动，那你就会做很多错的事情。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每个人只要愿意做。他就会觉得他有点不一样，而且是应该要做。你要超额报酬，你就不可以是赌徒。很多人一直觉得他要超额报酬，他就只能当赌徒。我怎么可能有超额报酬？我哪有每次都过年的？我好不容易逮到一次比特币
上100万的机会，我怎么不12万的时候来跟他进场？我当然要赌啊！我又看了这个什么这个大咖分析，那个大咖分析，不管了10万all in 100万的时候我就发财了，就一定不会发财啊！是，对，怎么发财？我觉得不是这样。锁风险，对，锁风险这概念实际上要怎么做？锁风险就是说，你做生意，你要买股票，你要做期货，你要做比特币，你先确定你只能赔多少？绝对的金额。绝对金额。OK， 一个钱拿出来，我只能赔这样，我要离场。我进赌场，你上次不是去那个对澳门嘛？你就设定好你要赔多少，一定要走嘛。对，做生意进赌场的基本态度，下棋的基本态度，董事会也会决定我这个项目最多投入到什么时候，我们就要收，哪怕是机会已经就在眼前。所以它还会有像分批这样的策略，分批就出现了。分批的策略就是可能以波浪系统或怎么样，或者大家随便，你可以有一个每跌多少进场，多少钱我100万，每跌多少我就买一笔嘛，你不要管理由嘛，我跌了，又到了我的进场点，我再买一笔，没有到我就死不买。你如果是突破系统的，我突破多少买一点，突破这又涨了30块了，我再买一点，你就一定要分批，你要控制你的风险。我觉得大家不愿意控制风险，还是因为那个心态上没有赚啊，心态上过不去。是啊，我觉得这件事可能是大家最大的难题。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，你有跟人家谈过分批，然后他真的有分批的人？嘴巴上有说了，但我也没看到嘛。就是可是他们的分批，我比较多听到的是定期的这种分批，用时间来分批，用时间分批法，不是价格分批法，不是用价格分批。那你要做超额报酬，要做的是短期内超额报酬。我的感觉应该是要做价格分批，是必然的，是对。所以他极有可能就是会碰到那种很多就是常听到就是买不够，他觉得他这样做了好像有一个分批策略，但上去了就很可惜，一定可惜。而且他们正常人啊，他的情绪是，我好我真的好我买不够，然后现在涨到多少了？不然就是我停损了，我好我现在涨到哪里去了？对啊，那我觉得这个情绪反而是比较难的。那分批做好，你反而不会轻易的停损。OK， 我觉得分批做好很难停损啊，因为它是一个多头市场，它是一个数字变大的地方。你等回档来，你如果停损太多次，它一定是已经跌了20%以上，整个大盘跌20-30%，那不得了OK， 对，我们刚讲那好像很简单，就是设好一个比例，然后股票如果回档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进场操作。那把我愿意赔的绝对金额选好，设好，然后用分批的概念再去降低一些风险。对，上去了就赚到嘛。对，少赚也不要怎么样，那个是要去调试的。这真的要调试，因为这都是赚钱嘛，都是赚钱嘛。对，这样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就是 SOP， 一般人这个 SOP 就是够了嘛，就这样子就可以开始做了。我觉得完全可以，不用再想太多了。真的不用想太多的人应该可以赚钱，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因为会怀疑想太多，对啊，大家会怀疑，大家会有很多的，而且你拿钱下去，你可以看那赌博默示录，一样的游戏，你拿命去玩，你就会想很多。我觉得比较难的是想很多这件事情。OK， 所以其实本质上大家如果就算能接受了，对，其实它中间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啊，很多问题，那个是变情绪上面的问题。情绪上面的问题，跟你有没有厘清你的世界观，你的情绪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？你是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，认为你可控 ，OK， 你就很多情绪。如果你认为你相信你做的事情是不可控，或者是你把它交给运气，是，那你内耗的东西就很少，其实你就会变得一个很好的交易者。OK， 任何一个好的交易者，他都会承认。他每一笔赚钱的跟赔钱的交易，都是运气给他的。他一定不是他内控只是设定渔网而已。你设定一个合理标准的渔网，运气来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让你赚到这个大钱。他运气不好，就会让你赔钱。OK， 我每一笔交易都是运气来的。